这些年，澳大利亚跟着美国恶化政策找新存在感，但也因此遭受巨大代价。最近，美国消费者与商业频道消息，由于中国暂停进口部分澳大利亚商品，导致澳大利亚煤炭、牛肉、葡萄酒等8大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影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澳大利亚各高官压力巨大，纷纷求和。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4日报道，新上任的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·特汉表示，已经致函中国，希望对华打破僵局。他还专门提到，希望中方取消对其煤炭进口禁令。数艘煤炭运输船仍然还滞留在港口。由于双方关系恶化，中澳陷入多个贸易纠纷中。澳大利亚的大麦和葡萄酒受到中国的反倾销、反补贴制裁，棉花、木材、牛肉等出口也遭到延迟清关和禁运。而澳大利亚对话网站指出，澳大利亚想寻求替代中国的市场，但不大可能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，中国经济今年经济增长将占全球1/4，澳方怎么能找到一个比中国更好的经济体？随后，澳大利亚国库部长乔西·弗莱登伯格表示，中国市场对澳洲而言十分重要，通过对华出口商品，有利于提高澳大利亚国民收入，以此增加收入和就业。不过，我们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，但希望看到中澳紧张关系缓和。同一天，受困于骂声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表示，知道中方存在各种不满，但我们对中国对华持开放态度，但没有重启对华的先决条件。这段时间，澳大利亚高官多次放低姿态要求对话，但是据悉中方官员并没有接电话。从他们的表态来看，看不到任何诚意。他们之所以表态，只是单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，而不是想着如何从根本上改善中澳关系。而且澳洲人故意把贸易矛盾往国家关系上引，无非是想要把责任推给中国，这是在演戏而已。而且按照他们的西方的逻辑，缓和矛盾等于中国让利，这是西方逻辑典型的陷阱。甚至在中国还有很多人没意识到这一点，认为人家服软就可以了，没必要不依不饶。但是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会有矛盾，矛盾因何而起，需要谁来解决矛盾？是澳大利亚跟着西方世界一起肆意抹黑攻击中国，想翻脸就翻脸，想恢复就恢复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澳大利亚之所以敢这样，就是预料中国不会重拳出击，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。既然不是中国挑起的矛盾，为何还敢要求中国解决？如果澳洲意识不到自身问题并解决，那就没得谈。从始至终都有一个共识，无论美国历届政府如何更替，他们恶华的政策永远不会改变。而在拜登政府上任不久后，就开始用枪口对准了中俄。美国大使馆策划俄罗斯暴乱，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到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。但这并不是美国面临的最主要挑战，而拜登面临的是3大问题。最近，西班牙经济学家报刊文指出，现在拜登面临3大问题：美国社会破裂，中国和新的世界秩序。首先是美国社会破裂，美国国会大厦被践踏，这是美国民主制度最黑暗的时期，也看出美国社会分裂得很厉害。即使特朗普下台后，其煽动的民粹主义仍然阻碍拜登政府重新掌握美国的政治脉搏，两派之间斗争程度愈加严重。再加上疫情、经济、移民问题等具体问题上，美国的分裂只会越来越明显。这个社会撕裂问题长期来看，比经济、疫情还要重要。弥合社会撕裂需要一个非常伟大的政治家，但在技巧、视野和站位上，拜登恐怕难以担任。但防止进一步撕裂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弥合几乎不可能，而中国和新世界秩序的挑战可以放在一起解读。在过去近100年来，美国人认为自己是技术的领导者，通过社交网络、通信、计算机等控制技术程序。其实，美国人很早之前就注意到中国的学习能力，所以才在很早之前就对中国技术封锁。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这样被美国技术如此围堵，凡事都要靠自己。中国保持沉默并不断学习，到现在沉睡的亚洲巨龙已经开始施展手脚，比如5G 技术，甚至未来主导6G 技术。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量子技术等多个尖端领域，中国正在展开激烈博弈，美国不再拥有绝对优势。现在这些美国本土之外的媒体看到中国同行超越并取得领先地位时，很震惊也很无奈。美国已经在亚洲、非洲失去主导地位，而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。这时候，美国政府就开始亲自下场扰乱秩序了。举一些例子，只要是中国的优秀企业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打压，包括华为5G、大疆无人机，还有崛起的社交网络巨头 TikTok。而且在特朗普的主导下，美国退出了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，自己亲手放弃自己组建的秩序。在国际上，美国信任度也骤减，而中国正努力建立新秩序，比如“一带一路”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，和欧洲签署经济贸易协定。美国逐渐被边缘化，世界老大地位终结比想象更快。最近，印度空军再次迎来开年首衰。
原本印空军衰机并不是什么稀奇事，但是因为美国安全部队一份报告，让印度开始疑神疑鬼，这和中国有关。据1月7号新德里电视台消息，当地时间5号晚，印空军一架米格21战机突然在西部拉贾斯坦邦苏拉特加尔军区意外坠毁。由于坠毁点距巴基斯坦边境只有210公里，印度开始有舆论指向巴基斯坦。不过巴基斯坦声明否认坠机与巴基斯坦有关，而且该战机也没有发现被导弹击落的痕迹，比较倾向于技术故障导致的坠机。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，但是在印度却开始盛传一个阴谋论。据印度媒体《欧亚时报》指出，其实在2年前同一个地区也有一架米格21坠毁。不仅是米格21，米格29同样也经常在中巴等国边境地区坠机。印度国防方面正在调查一个可能性，即这些战机是否被巴基斯坦电磁脉冲设备袭击。电磁脉冲称第2原子弹，主要是由核爆炸和非核电磁脉冲弹爆炸而产生，能够对电子、电力、光电、微波等设备造成失效或永久损坏，以此也衍生出电磁脉冲武器，强烈干扰各种功率雷达、无线电通信、航电等设备。世界军事强国电磁脉冲武器开始走向实用化。一枚还强调，那可能意味着在过去几年，巴基斯坦一直帮中国测试 EMP 设备，这种说法还是很离谱的。假设中国真的帮助巴基斯坦使用电磁脉冲武器，那受干扰的就不止天上一架战机了，该地区的通信、手机、网络等都会受到影响。但是没有这方面的异常。对此，印度国防专家马歇尔·安妮·乔普拉指出，电磁脉冲是针对电子系统，但是印军老旧的米格21并没有电传飞控系统，所以电磁脉冲攻击无效。这种自损1000的说法确实有些道理。而印国防部之所以这样考虑，有3个原因。一是或许被美国安专家一份报告吓到了。在2020年6月份，美国国家安全部 EMP 特别工作组的负责人彼得调查报告显示，怀疑中国已经在电磁脉冲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，甚至已经装备到了解放军部队中。二是印度将坠机原因归咎于中国，无非就是逃避责任并挑起对立矛盾。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被称为飞行棺材，可并非浪得虚名，这也是印度衰机居高不下的主因。最后一点是，印度总是幻想中国用各种奇怪武器对付他们，包括微波武器、水炸弹、气候武器，就这么怕吗？